Hello Razer，Hello Julia，咱俩今天呢就聊一聊关于 YouTuber 的事儿。你还记得吗？就是咱俩也是透过这个 YouTube 认识的。对，最早我也是刚开始做 YouTube，然后看到你也在做，就找你。对，我当时就搜了一个关键词，好像就叫上市公司，因为我想看看很多有没有这些类似的 YouTuber 做上市公司这个内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第一个搜到就是你嘛，然后我看，哎，这个也是出镜的，因为我想找跟我同类型的人做一个对比，然后发现别人做哪好，我哪不好，对比一下，然后我就要学习嘛，然后看到你也是真人出镜，那我就要看看你的怎么样，感觉你做的也不错，所以就跟你联系嘛。我跟你说，其实现在市场非常奇怪，就是什么呢？很多在 YouTube 上不火的人，可能就是说，甚至是就几十个粉丝、几百个粉丝，甚至没有粉丝的人，发了一堆视频，但是一直不火，但是他立马会在 B 站甚至是别的平台就会火，很爆炸。因为那天我刚看到一个小姑娘，她在 YouTube 上基本上就是粉丝播放量在几百，然后甚至是几十、几百，就是从来没有上过1000的。你知道她在 B 站上有多少粉丝吗？嗯，你猜一猜，你觉得？几万个。60多万，哦，那同样的内容吗？一模一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 YouTube 的？第一期视频是在4月份发布的。我是2020年1月注册的账号，开始时间来讲我比你长，但是你现在就是粉丝比我多了。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突然之间想要在视频自媒体上去开始去表达自己？如果非要说一个契机的话，就肯定是因为疫情这个事情，通过 YouTube 然后看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开始有些东西想表达，但是后来可能你因为有一些原因，然后你没有去表达，那么你就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动力驱动你去又从你最开始想做的又变成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呢？对，我本来是想输出那个，发现那个不能做之后，我就只能看看我到底擅长什么。我觉得就是说我本来做这个行业，金融行业，说实话，就是风险波动比较大，因为你可能你的收入来源，就是说依靠投资或者依靠这些东西比较多一些的话，可能不稳定。不稳定的话，我就想要追求一种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当时我自己没有多想，我就想看看 YouTube 这些东西吧，然后发现很多别的链接点开来看之后，YouTube 这些广告收入让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就是说YouTuber 他们在分享自己的内容的时候，他们说真的可以make money，或者说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对，然后就这个广告收入非常大的比例，让 YouTube 给自己带来一个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否能够尝试去做一个把自己投资的观点，或者是说对于市场的思考，然后一种认知变现，审核只要通过的话，未来观看量变大的话，自然就有一份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非常稳定的收入，锻炼自己的这个表达能力。其实说实话，我这个人说话很结巴，而且口语其实不怎么好，但是自从做了视频之后，感觉真的比以前强多了。最初可能你开始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原因，从结果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引导到让你去做另外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原因，可能你并没有去想说自己在专业上去做一个输出，或者你可能没有那么快想要去把自己的专业东西讲出来。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着做你这个视频的？比你更戏剧化的一件事情，就我比你更戏剧化去做这个东西。我在生活中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讲话的人，特别喜欢分享的人，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缺少讲话的地方，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去放在一个公众的平台上，然后让很多人都可以听到我讲话。就是我在跟我的灵性导师沟通的时候，因为他就是看出来我的特长是非常适合去讲话呀、演讲啊、分享。他说：“那你就是可以去尝试去在 YouTube 上做分享啊。”然后他说：“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去做直播啊。你如果有看我的这个视频的频道，你会发现我前边其实是直播的。”后来我就发现画面的效果不好，我觉得就先别说你的内容如何，就是做视频的这个，不管你在内地的网站还是香港的网站还是国外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画质要好，第二个就是你的音质要好。就如果你的画面的质量不行，然后你说话的那个效果也不好，就是不管你内容再好，它会因为你是一种视觉的效果的呈现，如果这两个你不好的话，就算你的内容再好，它都会打折扣。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直接拿电脑那样直播去录的话，会影响我的那个效果。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有一些内容本来就需要准备，所以我们先提前录好了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受到他的鼓励吧。他说反正现在疫情你也很有时间，他说你就做个100集。说我当时就觉得天哪，100集，我就觉得我做1集。我就觉得我能卖出去做1集，好像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在这段时间不断的去做，我现在数了数，我好像都做了80多集了，就是我很快就到100集了。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你从最开始其实你就有一种营销的思维在里头。我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会在想我要怎么吸引粉丝，我要怎么做可以吸引别人的眼球。最早我当时就是说很多是你可以理解为是用户向的，就是针对观众喜欢看什么我就放什么，是因为我当时不是最早我看出来了，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最开始，我觉得你就是标题党。
对，因为我进了一个那个社群，就是说当时很多做 YouTuber 或者做视频号的这个，就是说创作者的一个社群，他们都说啊，你为了获得流量，你就要做什么？为了这个你就要做什么？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就要迎合大众，你去做一种热点啊、营销那种感觉，或者说标题党。但是我发现我这么学，推到最后就是丧失了你自己的感觉，你懂吗？就是说，对，就当时当时你当时你就提醒了我，真的，你让我回归了正轨，让我把这个整个主题都变成非常的细分、非常的专业，而且呢，非常的就是说。上次咱俩聊天是吧？对，就很久之前打过一电话嘛，然后后面我的标题就改了，而且风格就变换了。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明白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的就是说，让别人真的有收获、有意义，而且真的是点进来就是能看到他想要看的东西，而并不是说用标题党来吸引他。我觉得相当于你也是经历了从可能想去蹭热点，可能就是想去增加自己的流量，到变成是说哦，我想其实做一些真正优质的内容的输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最开始做是什么？大概是4月份开始做视频，然后做到6月份，这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说在摸索、尝试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这个封面标题这种风格，然后就会蹭一些热点这种东西。然后大概7月份以后吧，尤其是7月以后，6、7月以后，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改变自己的风格。你会发现后面的视频，无论是标题还是说封面，都非常的统一，风格不再变化。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是我的风格，是我的这个定型了，而且我不再用标题党。那你后面就是说我看到你视频一开始不是做的蛮长的嘛，然后后面你怎么就开始想要做那种短视频了，两分钟的？我觉得那2分钟视频嘛，适合那种短视频的人看，但是我觉得可能内容不够充实扎实。对，然后我昨天新发的视频我又变成长视频了，我昨天那个9分钟。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做视频的人都会感觉出来，就是其实尤其是前期初期做视频的人，就是你的风格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那个阶段，就是你可能先是这样做一下，然后比如说你做头10集，你可能还是处于一种就是那种摸索的阶段，然后你可能再做一些，哎，你找到一些感觉，然后再做一些，然后你觉得啊，我做的很不错了，可是你再往后，你突然间发现，天呐，我前面做的好像都不怎么样，我要推翻了，然后我要重新来，然后我要去找感觉，而且我觉得就是做视频，它很像一种创作，不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我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根本不知道要分享什么，我的灵性导师就跟我说，你不是要去这里吗？你不要去那里，因为我经常去旅行嘛。他说你就把你旅行的东西分享出来。我讲啊也对，因为我每次旅行回来，我都会电话跟我不同的朋友去讲。哎呀，我说超有意思，超兴奋。然后我就做了去香港大屿山的内观中心，然后又做了那个就摩洛哥的。但是特别巧的就是我做完这2期以后就疫情了，就哪儿都去不了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旅行的就没谱了。我最一开始我也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做股票的，我就想着我就能讲什么讲什么吧。但是做了几集就发现这疫情了，然后就旅行的就没了，讲不了了。那个扎克伯格曾经说过一句话，对我启发非常大。他说你如果不去开始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去到哪儿。因为他说他最一开始在创始 Facebook 的时候，他并不知道 Facebook 能走到今天。他最一开始他只是想做一个网站去比较哪个女生更漂亮，他如果没有去开始走出这一步的话，他永远不知道自己能走哪。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视频也是创作的过程也是这样，我们俩其实还挺像这一点，就是说我最一开始也完全不知道我之后会做什么，虽然我觉得我们还在前进的路上，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已经就出来了。我就是也是就是回来以后疫情，我本来你知道吗，我上半年定了去好多地方，我跟你说过吧，我去贝加尔湖，我去新疆挑战赛，我还去那个冈仁波齐。我就在想，我去这么多哇，冈仁波齐，我的天呐，这你要去吗？我也想去，好想去啊！我们的团都报好了，可是给取消了。我当时本来想着我去这么多地方，我有很多素材啊，但是回来以后疫情，你知道吗？就完全没了。然后没了以后，你懂，我就被尬在那儿了，就没。我说那我分享什么呢？就是你懂，然后我的素材呢？然后我的素材来源没有了。然后我才去想，哦，那我说我正好最近在学估值的东西，就是股票的估值，我自己有兴趣的。我反正自己也是做金融的嘛。我说那我就去尝试几集吧。但是我做了几集以后，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做不下去了，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就做几集以后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你会感觉突然就做不下去了呢？因为我跟你最开始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你从最开始你做到现在，其实你做的很多是热点的话题嘛。热点的话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有大量的资料去搜索，就算这个话是别人说的，你把它包装一下，自己讲出来完全没问题。差不多，差不多。我不是那种喜欢去把别人说的内容，然后我再去转述。我的风格是我自己脑子里究竟有什么灵感，想出来什么东西。就我喜欢去分享所谓原创嘛，其实也不能这么讲，但是我就喜欢是我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讲了几集，我就觉得哎呀天呐，我说我做视频，我才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东西都不懂，就我就才发现我自己的那个知识不够。
然后我就觉得我投资的知识也不够，股票的知识也不够，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再去学习，我没有办法就是去讲下去。我就是那种要自己看过呀、摸过呀、碰过呀，然后自己了解了，然后觉得才能讲出来，你知道吧？我在4月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本身这个参加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平台嘛，我在那个平台上我就做了一次分享，就是关于股票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是在那次分享完了之后，我就找到感觉了。要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又找到感觉了。然后我就做了那次分享之后，我说我觉得我现在又可以开始去做 YouTube， 可以年报或财报上看到一些我不懂的东西，然后我就去研究，研究完了我可能懂了一些东西或者更清晰了，然后我就把它做成视频。就比如说我之前做的就是说从净利润出发，怎么样可以算到那个就是经营性现金流。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过程非常的慢，就是说因为我要去思考一个东西怎么就变成我很清楚，然后还能把它输出，然后又把它录出来，然后我还要翻译成英文，然后我就觉得太慢了。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就说我为什么要每一次讲7、8分钟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可以一次只分享1分钟或者2分钟，但是我可以每天都分享，我可以有一个分享的感觉，我可以让我找一种就是我在做视频的这种感觉。长期做视频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我告诉你，什么好处？就是说当你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你的那种紧张感真的不见了，就是因为你觉得就是你在对他讲话就像对着视频镜头一样讲话，你就会侃侃而谈，你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感觉。然后前一段时间见客户，后来我就发现我在跟他表达一些投资的东西的时候，哇，他就说你真的很专业，就是你讲的真的很流畅很好。后来我就发现那些想法就是说，因为你每天都在想你怎么去表达，你每天都在想你怎么样去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变成你说话的时候，你会比以前变得就是思维逻辑清楚了很多。对，我也有感觉，我也感觉自己进步很多。对，你就把你自己调整到一种就是我现在好 OK， 你现在补光灯打上了 OK， 姐姐现在要开始讲话了，你懂吗？我现在开始讲话了，然后呢？你反正就听着，你不听着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把我的话要讲清楚。当然，在跟客户互动过程中，你不可能说不考虑他的感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再去受外界的因素而影响你自己了。对，挺好的。实际上，我越来越发现，其实做视频的这个创作过程呢，就是说，在你就真正去录之前的你那个准备的工作，其实还是会花一定时间精力，但是其实那个收获是非常大的。对，因为它其实就在梳理你的内容，梳理你知道的东西，然后而且你会去四处去找资源、找信息啊，然后去怎么样把它变成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你真正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好。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没有状态，哎呀不想看，觉得没有感觉就不录也不看，可能会拖一点。因为原来我大概3、4天一更新，现在1礼拜没更新，然后就很多粉丝问你为什么没更新，然后说好的东西怎么不来，然后埋了坑又挖了坑也不填，然后就所以粉丝多也有个好处，就是还是有动力推动的。对对对，粉丝会来说你，会说为什么没有更新了，会期待你的内容。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能对不起粉丝，就要更新一些东西。你看，你最开始是我的粉丝，但是竟然你这个我的粉丝竟然比我的订阅人数还多。我觉得就是机缘巧合，我觉得以后你也可能会，对吧？很多粉丝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比我有优势，因为你是个女生，更加会吸引更多的关注度。男生女生都有优势了，就是关键你得长得漂亮嘛。我觉得你肯定长得漂亮，对没毛病啊，对不对？肯定好呀，对不对？开玩笑，开玩笑。你现在时间也不久，我觉得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也还不错了。在那个 YouTube 上，你那个 B 站上是有多少粉丝？现在有12000吧。做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就你自己觉得其实你是怎么运营它的？就是我觉得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可能会比较快速的可以积累起一些粉丝来。其实不需要，就是说你去推广它，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哎呀，需要你把它给别人看，这样不是这样的，是平台自己会帮你推荐这些视频，会给别人看。你只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视频做好。就是首先像你说的一样，音频和视频都是最基本的保证，这是肯定的，对吧？设备要好，要清晰。还有就是说，我一般2个点，就是你如何去优化这2个点，就是说让视频的观看时长更长和点击率更高。就是说，10个人看了1个人点就还算可以，100人看了有20个人点就非常好，非常优秀。然后观看时长的话越长越好，比如说你的视频是10分钟。最好别人看的是超过5分钟的，或者超过4分钟的，就是比较好。你这个点击率的这个概念我没太理解，点击率它是怎么算的？点击率意思就是说，这个视频被别人在某个页面看到了，就比如说 B 站上在刷，或者说 YouTube 上刷下去，别人看到这个界面，但是他没有点来看，他只是看到这个封面和标题了。对，所以说你想要提高这个点击率的话，你要把你的封面和标题让别人愿意看、愿意点，要突出、要夸张，让别人就是封面、标题以及它的
就是内容一定要跟你的标题相符合，更加优质。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经历了那样的一个就是跳出舒适圈的过程，但是你会发现最终收获特别的大，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收获特别大，然后相当于是说你花时间去梳理自己对很多问题看法的一个思路。但是平时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去刻意的梳理自己的思路，你对问题的看法，你只是可能会跟朋友去分享，可是你不会去写下来去梳理它。你在梳理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的认知有很多偏差，有很多漏洞，有很多需要再去学习和思考的，然后把那些再补进来，你就会觉得哦，我对一个事物看法好像就更完整，然后可以更多元化的去看这个事物了。哎，那你觉得就是说，对于你来讲，就是现在做这个视频自媒体，你自己对自己就是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我当时就是说给我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就是说我在各个平台上的粉丝吧，今年加起来大概有能到10万，我想要到10万这个小目标。你说是不同的平台加在一起吗？对，没错，对。而且我发现真的这个目标真的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一个在 B 站上叫离湖财经的，然后那个财经的话，它其实是比我很晚，就是大概7月份才开始，8月份开始上传视频的，只传了大概10个视频左右，但是他在 YouTube 上只有100个粉丝，但是他在 B 站上从一开始的5、6千涨到了4万，涨到了8万，超级快。我现在发现真的是，就是说你一定要用心，把你的所有的精力或者说你的想法精雕细琢的很多数据、很多素材、很多东西，然后你的想法把这个视频逻辑框架完全弄好，知识密度一定要大，而且一定要流利、通俗易懂。这个时候你真的很用心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真的会有很多的播放量。其实我觉得我要向他学习，就是要用心，要有逻辑，要有框架，而且要密度够高，而且呢通俗易懂，让别人想要看。这个时候你用了心了，这个东西一定会好，一定会就是说很多人观看。对，我也不要求高，就是很简单，只要我一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10万，那我的粉丝应该会上一个小档次。那我要多做几个视频，播放量突破10万了，我的粉丝应该会达到10万这个目标的，我觉得应该会的。就是说一定要精心制作每一个视频。我觉得我的小目标跟你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我的目标不是粉丝有多少，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就是说真正的去做一些我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去内容的输出，就是你对别人有更多的帮助，然后对他们能有影响。我觉得我可能现在是这样一个目标。而至于我多少粉丝，我最近我倒没有太在意。但是我觉得你最终你的这个目标的驱动，你也是要靠你优质的内容做驱动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所以咱俩虽然目标看起来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途径都一样。而我可能把这个过程本身当成一个结果目标，你是会就是再有一个新的目标，但是我觉得还都挺好。也是你刚才说的话，就是咱们要足够的用心，因为你用心的程度越高的话，你视频的价值就越高。你越高的话，就相当于就这么说，别人同样花10分钟看你的视频，那他收获的价值，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定量的东西去讲，你收获的价值是50分呢，还是100分呢？那我们当然是分数越高越好，也就是说让他在同样的时间内收获的东西越多越好，那就是最大化别人的时间嘛，就是因为我们要对别人的时间负责嘛。那他来看你的东西，看了10分钟以后，发现就是你重复的讲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白了，我们做这事情，我们要对别人负责，要对那些观众负责，要对那些听我们讲东西的人负责。所以我觉得就更应该去优化自己的内容。我觉得太对了，没错，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我觉得，既然咱俩都定了一个我们3个月的小目标，咱俩就一起加油吧 ！Give me 5，来，可以，来加油，加油！